乌军攻入俄罗斯本土事件已经结束，俄军杀敌70余人，竟然还缴获了数辆美国装甲车。这场闹剧越来越不简单哦。大家好，我是吕哲。俄罗斯本土的反击战已经结束了。早前一伙被克里姆林宫定义为乌克兰破坏小组的势力悍然突破了俄罗斯边境，对别尔格罗德地区发起了袭击。事情发生的很突然，俄罗斯军方应对的也很及时，立即组织各部门发起了这场反恐行动。1天的时间，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乌军的这种破坏小组已经被彻底击溃，打死了70多人，缴获大量军事装备。但有意思的是，通过俄罗斯公布的视频和图片可以看到，这些缴获的军事装备里竟然有数辆美制装甲车，包括但不限于美国的装甲防雷车，还有这个装甲的突击车以及装甲运货车。这个问题不一般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很可能是自俄乌冲突以来，美国武器装备第一次出现在俄罗斯的境内，也是俄军第一次在本土缴获美制装备啊！大家要注意这是俄罗斯的本土。战争以来，美国不止强调过一次那就是美国武器不会出现在俄罗斯境内。乌克兰军队也曾表示过不会使用美国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但现实就是摆在眼前，美国已经越界，俄罗斯军队在俄罗斯境内缴获的确实是美国的装甲车，而这些装甲车是所谓乌军破坏小组用来入侵俄罗斯本土发起袭击的装备。对此，美国开始狡辩了。美国国务院说，俄罗斯公布的视频和图片有点太模糊了，根本辨别不出来真假。美国对这件事表示怀疑，无法确认这个内容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反正美国就是一个打死不承认，那这事儿咱就没法盖棺定论。可是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单单是美国装备出现在俄罗斯本土这么简单了。经过多方消息证明，攻入俄罗斯边境，在俄罗斯本土发起袭击的根本就不是乌克兰的军队，而是2个长期反对普京统治的反对派组织，一个叫自由俄罗斯军团，一个叫俄罗斯志愿军，成员都是实打实的俄罗斯人。说白了，这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入侵，而是一场关于斯拉夫人的内战。乌克兰方面称自己跟这事儿没关，我觉得还真是有可能，因为乌克兰刚丢了巴赫穆特，又忙着准备要反攻，螳臂挡车这一出实在没必要上演。反而现在是美国的装备出现在俄罗斯境内，加之美国站不住脚的狡辩，就很难让人不联想到这事儿是不是跟美国有关呢？要知道，这2个反俄罗斯政府组织可是企图将袭击地别尔格罗德地区分裂出俄罗斯，然后成立独立的国家。这事儿串在一起问题就比较严重。所以我觉得等冲突结束之后俄罗斯和乌克兰可以像之前沙特和伊朗一样这个面对面的好好算算账，盘一盘哪些袭击是俄罗斯发动的，哪些袭击是乌克兰发动的，剩下对不上号的，那大概率就是第三方势力在其中拱火。我没点名美国但美国的嫌疑确实不小。只能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美国浑水摸鱼、搬弄是非、火上浇油、借刀杀人这些勾当干的不少一些说不通的阴谋论，美国说不定都能给出真实的答案。哪怕美国再怎么掩耳盗铃，再怎么狡辩解释，事实就是事实，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早晚都得给你抖搂出来。好，今天吕哲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